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原来把桃子放在锅里面蒸一蒸，出锅瞬间变成让人无法抗拒的美食，简直太好吃了。但是这种吃法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试过，快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吧。现在正是吃桃子的季节，桃子它吃起来不仅口感脆甜多汁，并且营养价值也特别的丰富。但是桃子它品种特别的多，比如说有油桃、水蜜桃、黄桃、脆桃等等。像我手中这个就是脆桃，今天就用这个脆桃为大家分享一个不同吃法，不需要太多，准备2个桃子就可以了。可以看见每一个桃子上面都有许多的绒毛，说明这个桃子它比较的新鲜。但是在用之前，我们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。先直接在盆中加入清水，当然如果有清水是非常难以把上面的绒毛给洗干净，所以需要先把整个桃子都用水给它打湿。接下来找出家里面的食盐，用食盐撒在桃子上面，然后用手来搓洗，这样不仅可以将上面的绒毛搓洗得干干净净，并且还能起到一个杀毒消菌的作用。不知道平时你们在吃桃子的时候有没有把上面的绒毛洗干净呢？又用的是哪种方法呢？将整个桃子都搓洗一遍，再来看一看手心上面已经有很多的绒毛残留。另一个桃子也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洗干净，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，直接快进。搓洗完过后，再来看一看，经过这种方法清洗的桃子，表面已经非常的干净了，没有任何的绒毛残留。最后再用水来冲一冲，这样就得到了2颗非常干净的桃子。接下来用刮皮刀将桃子皮给削掉，当然削下来的桃子皮我们也不要扔掉哦，在后面还有用处。当然一般情况下我们吃桃子的时候都不会去桃子皮，而今天的另类吃法，建议把桃子皮给去掉，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哦。直到削掉所有的桃子皮，像这样就差不多了。记住哦，这些桃子皮我们不要扔掉，咱们把桃子皮全部放入砂锅之中，接下来往里面加入纯净水，大约在4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哟。然后盖上盖子，然后先开大火将锅里面烧开。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们先把桃子给它切一切，从桃核的这个位置给它切开，然后把切下来的所有桃子给它切成小块。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容易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，因为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切好之后，先把它放入一个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加入1勺冰糖，喜欢吃的甜的朋友可以多放入一些。现在锅里面已经烧开，然后转小火再煮上15分钟左右，这样就能把桃子皮当中的营养成分彻底煮出来。煮好之后立马关火，现在锅盖特别的烫，不要用手拿，用一条毛巾包裹起来揭开。哇，真的太香了，浓浓的桃子香味扑鼻而来，并且可以看见里面的水汁也已经逐渐变色，这说明桃子皮当中的成分已经被煮至水中。这里我们用漏勺将桃子皮捞出来扔掉，捞掉桃子皮过后，最后就得到了一锅这样的水。
而这个水我们要怎么用呢？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猜到了。没错，我们就是要将它盛出，然后盛入切好的桃子当中，直到盛入满满的一碗。将所有的桃子和冰糖全部淹没即可。接下来把它放入蒸锅当中，因为特别烫，因此一定要用盘子夹来夹起。放入蒸锅，然后盖上锅盖，用大火烧开。烧开以后，咱们再用中小火给它蒸煮15到20分钟左右。好之后关火开锅，闻起来真的太香了。用勺子给它搅一搅，因为里面加入了冰糖，是放在一块的，有可能它的甜味没有融化开，因此一定要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最后再把它端出。这里一定要小心，因为它特别的烫哦。然后放在桌上就可以吃了。朋友们，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想吃？它吃起来不仅口感更甜，而且桃子吃起来也软软的、甜甜的。煮之前它特别的脆，有的老人或者小孩子咬不动，而经过蒸煮之后，无论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了，并且因为我们已经去掉了桃子皮，所以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软，更加的甜。那么这样一碗蒸出来的桃子到底要怎么形容呢？那种水果罐头你吃过吧？没错，这样蒸出来的桃子就是和水果罐头差不多。当然了，就算趁热吃，口感也很好。而如果喜欢吃冰淇淋的朋友，咱们可以将这一碗蒸桃子给它放入冰箱里面冷藏，冰上2-3个小时，吃起来会格外的凉快，格外的舒服哟。喜欢吃桃子的朋友们，不知道平时你们有没有试过桃子的这种吃法呢？如果没有，赶紧把视频收藏起来试一试吧，简直不要太好吃了，而且里面的汤汁喝起来也是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甜。朋友们，关于桃子，你们还有更多其他的新鲜吃法吗？那么你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，希望可以让更多喜欢吃桃子的朋友吃到这样的美食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点关注不迷路。这里是鹏鹏美食房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